9号，日本防卫省确认，山东舰编队出现在太平洋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并执行起降舰载机活动。与此同时，台军汉光40号演习也在筹备当中，据称要验证所谓交战规则，但岛内舆论却称其是演戏，而不是演习。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9号发布通报称，当地时间7月9号上午7时许，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宫古岛东南方约520千米处的太平洋海域确认到了由山东号航空母舰、一艘055型导弹驱逐舰、一艘052D 型导弹驱逐舰和一艘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共计4艘舰艇所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此外，通报还提到，当天确认到了山东舰上有舰载战斗机和舰载直升机的起降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0号，解放军再度派出37架次军机巡航台岛，其中36架次越过所谓中线，经台岛南部及东南空域赴西太平洋，配合山东舰航母执行海空联训。 时事评论员张雪峰对深圳卫视表示，山东舰编队这次出岛练进行远洋训练，是中国海军年度训练计划的正常安排，表明了中国航母编队在大洋训练实现了常态化。这样的一个庞大的编队呢，是在一岛链内无法展开它的手脚的，必须要在大洋上去锻炼，在大洋上呢训练它的进攻、训练防御、训练它的大范围的机动，而且呢。 航母编队在大洋上可以脱离陆基的保障体系、支援体系，更加有利于锻炼我们指挥员、战斗员的他的独立处置情况的能力以及他们的心理素质。 据公开资料显示，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日本方面再次于岛链外的太平洋海域确认到山东号航母编队，也是山东舰编队第4次被观测到出岛链进入太平洋。去年4月，山东舰进行了交接入列后首次出岛链远海演训。 在岛链外活动20天，日本方面观测记录到舰载战斗机和直升机起降总计达620次。此后，山东号航母编队又在去年9月以及10月底至11月初进行2次出岛链活动，其中10月28号至11月5号的9天内，日本方面观测到了450次舰载战斗机起降和120次舰载直升机起降，共计570次起降活动。 深圳卫视注意到，几乎是同一时间，美军放话要在第1岛链重整海军陆战队。据报道，近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在受访时宣称，美军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整美海军陆战队，使之成为第1岛链中的内圈部队，并在其中部署3支滨海作战团，并炒作要以远程火炮、精准打击、无人器具等形式在西太平洋聚焦应对中国的能力。 不过，有分析指，山东舰编队在用实际行动宣告，美国所谓第1岛链已经名存实亡。同时呢，也表明在国际法允许的条件下，解放军想在什么时候穿岛链就在什么时候穿岛链，想在哪里穿岛链就在哪里穿岛链，想派多少艘舰艇穿岛链就派多少艘舰艇穿岛链。那么，美国妄图通过第1岛链来封锁、围堵中国海军这种图谋，必然会失败。 张雪峰进一步分析，以西太平洋远洋训练为重要战术基础，如果解放军未来计划对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航母编队将在西太平洋上发挥封锁打击台岛东部及阻隔外部势力对台海的军事干涉2个作用，对岛内台独势力形成强有力的警告和威慑。 此外，台当局也在筹备月底举行的汉光40号军演。9号，台防务部门召开记者会，说明演习详情，透露将从实战角度涉及昼夜连续响定及辅助状况，诱导官兵24小时不间断演练。同时，本次军演还将验证首次发布的部队交战规则。台当局防务部门当天还首次发布了部队交战规则协行卡范本。 声称是为了提升台军部队各级官兵在战事发生时动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过，有岛内观察指出，这种所谓交战小卡不仅让人看不懂，更反映出台军的僵化。 僵化跟脱离实战太久了，所以这张卡到时候一定会昵称就叫实战化小卡。到最后怎么去贯彻，怎么去实体化？所以他说实战化嘛。对，那我觉得还是有极大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该交战卡片分为正反2面，正面规定了官兵可攻击、交战及可用武力保护对象等。在背面原则栏中提到的有关平民伤害的相关规定，引发了岛内舆论的质疑，质疑这是否意味着台军可以直接攻击平民。我们军人的职责什么？是保护我们老百姓啊！你在搞什么东西啊？你要弄到最后让老百姓当人肉盾牌。
本年度台军汉光40号演习将于7月22号展开，为期5天4夜。据悉，这次演习将采本岛实兵不实弹、外岛实兵实弹的模式，进行无剧本实战化的演练。不过，岛内舆论普遍认为，所谓汉光演习实际上根本不是演习，而是演戏，是民进党当局演给民众看的，并不具备实战意义。近年来，台湾兵员严重缺乏，武器装备大多是老旧的二手货。台军官兵不想打仗，不知道为谁而战，因此汉光演习多次发生事故。所谓的演习不过是民进党当局的政治秀。此前，国防部曾对汉光演习作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每年都上演所谓汉光演习的戏码，但演来演去都是做戏，都改变不了台独必亡的结局。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需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此外，两国间签署了9项合作文件，主要涉及双边经济合作。9号，俄印两国领导人举行了正式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谈中表示，俄印在经贸等领域开展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俄印在国际舞台，包括在联合国、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也开展合作。普京感谢莫迪对最尖锐问题的关注，包括努力寻求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途径。印度总理莫迪则表示，俄印双边合作取得成果，前景广阔。印度赞成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并愿意在这一问题上提供协助。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强调需要通过对话才能和平解决冲突。另据《印度时报》报道，莫迪向普京提到了俄罗斯招募的参与俄乌冲突的印度籍士兵。经莫迪请求后，普京同意俄军中所有印度籍士兵离开，并为他们返回印度提供便利。报道称，这是莫迪外交的胜利。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时机呢，他的表态上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啊。这个至少呢，这个在第1年的时候，给很多人的感觉哈，印度实际上有点赌俄罗斯会输的感觉啊。但是呢，发展到今年呢，看上去印度呢的立场呢，又好像在赌这个俄罗斯可能会赢。为什么印度会采取这个比较变化的这种姿态呢？我想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需要给俄罗斯和同时也需要给美国呢制造一定意义上的焦虑啊，这样就造成了俄罗斯和美国呢都在大力的这个拉拢印度。这实际上给印度这个在对俄罗斯的外交、对美国的外交上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杠杆。莫迪此访让乌克兰方面大为光火，乌总统泽连斯基连续2天猛批莫迪，称其莫斯科之行是对乌克兰和平努力的毁灭性打击。泽连斯基称，在乌克兰遭俄方袭击的时间点上，看到莫迪访问莫斯科，让他感到非常失望。印度舆论对乌克兰的评论不置可否。印度教徒报发表社论称，莫迪在美国举行北约峰会时访俄，释放出了一个地缘政治信号。莫迪上月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又派员参加了瑞士的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现在他试图做平衡，表明印度对于传统俄印关系的坚守。报道称，印度前外密坎瓦尔西巴尔表示，莫迪访俄表明印度不会参与西方的制裁游戏，俄印关系是独立的，欧美不能处理好他们的对俄关系，不是印度的问题。俄印领导人在正式会晤后还签署了关于2030年前俄印经济合作战略方向发展的联合声明，确立了在2030年前将俄印贸易额提升至1000亿美元的目标，还签署了多项双边文件。外界认为，俄印关系回暖与两国贸易势头良好有关。今年前4个月，俄印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31亿美元，比2023年同期增长了10%。双方还讨论了在国防领域发展联合生产的问题。据统计，印度60%的军事装备来自俄罗斯，受美国印太战略拉拢以及俄乌冲突后俄罗斯供应商交付能力降低等影响，近年来印度向美国及北约国家购买的军备增长也十分迅猛。美国总统拜登健康问题引发的退选风波持续发酵，竞争对手特朗普也不忘出来补刀。当地时间9号，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多勒尔竞选集会上再次嘲讽了拜登的辩论表现，并再下战书，称要与拜登再来一场辩论和打高尔夫。Tonight, I'm officially offering Joe the chance to redeem himself in front of the entire world. Let's do another debate this week so that Sleepy Joe Biden can prove to everyone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he has what it takes to be president.
But this time it will be man to man, no moderators, no holds barred. Just name the place, anytime, anywhere. 特朗普还在集会上表示，要与拜登在高尔夫上一较高下，并称会让20杆。And in the debate, Sleepy Joe also declared that he wanted to test his skills and stamina against mine on the golf course. Can you believe this? Did you ever see him swing? He's like this. I'm also officially challenging Cricket Joe to an 18-hole golf match right here. 当天，拜登竞选团队作出回应称，拜登没有时间和特朗普做一些奇怪滑稽的事情，并指责特朗普是一个自私的骗子。此前6月27号，特朗普与拜登在美国总统竞选的首场辩论中，两人一度就谁的高尔夫球技更好而争论不休，各自吹嘘自己的高尔夫成绩，将政治激辩演变为老头斗嘴。不过，在这场辩论中，拜登暴露的健康危机则更引人注目。据悉，知名帕金森专家被曝八顾白宫，连续多天，白宫记者会上挤满了媒体记者。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数次否认外界对拜登患有帕金森症的传闻。He has seen them 3 times. That is what I'm sharing with you, right? So every time he has a physical, he has had to see a neurologist. 白宫总统医生奥康纳发布的声明显示，这3次体检都没有发现拜登患有帕金森症，并写道，拜登2月的体检报告显示没有发现与中风、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病等相关问题，结果令人放心。英国《卫报》则指出，奥康纳的信件可能不足以平息外界对拜登健康状况的担忧。奥康纳被认为和拜登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与拜登家人有紧密的往来。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奥康纳在2017年曾为拜登的兄弟吉姆·拜登介绍工作，而拜登的嫂子萨拉·拜登也将奥康纳描述为一位向家人提供医疗建议的朋友。报道还透露，拜登的工作人员准备了字号很大的备忘录和照片，以防万一，还为拜登规划了详细的行动路线，以防发生不测。有医生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拜登有必要去接受公开检查，以平息外界担忧。The testing shouldn't be thought of as something that would embarrass or malign, but rather maybe provide some answers to what is driving some of the signs and symptoms we've seen with President Biden. 而美国民众全员化身列文虎克，用显微镜观察拜登的每一次公开露面。有媒体注意到，在此前与特朗普的那场糟糕的辩论当中，拜登的左手一直握着一支笔，而此前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专访时，拜登也握着一支笔。Could holding a pen be a way to calm tremors if you have tremors? Yes, if you have a resting tremor. 8号，美国微软全国广播网早安乔节目更是直接向拜登发问，但拜登并没有直面问题。Have you been tested for any age-related illnesses, pre-Parkinson's, or anything like that that might explain sort of having a night like that where you couldn't finish sentences? I've been tested everywhere I go, going out and making the case. The night of that debate, I went out. I was out till 2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at very night, it drives me nuts, people talking about this. 在接受这次采访前，拜登还向国会山的民主党人写了一封长达2页纸的信件，坚称是时候停止这场有关自己健康状况的争论了。他还说，对党内精英们非常失望。9号，国会山的民主党人召开了一系列闭门会议，讨论拜登是否有能力击败特朗普，但并未达成共识。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7名民主党议员公开对拜登表达担忧。9号上午，国会民主党议员们再次聚在一起讨论是否支持拜登继续参选。由于会议内容极其敏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议员们被要求将手机放在会议室外，以防消息泄露。会议结束后，议员们被媒体记者团团围住，追问会议细节，但很多人都不愿意松口。No comment. I'm going to give you my first no comment in my career. No comment. A moment to talk about. No, I'm late.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about whether the president should stay on the ticket? Thank you for asking. I'm late and I'm in trouble. 不过，可能让拜登团队松一口气的是，他获得了民主党大佬的支持。华盛顿邮报称，截至目前，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扎克·舒默和哈基姆·杰弗里斯一直支持拜登。
在9号的闭门午餐会后，舒默更是强调，他和拜登是一边的。Are you confident that President Biden has what it takes to win in November and serve the next 4 years? As I've said before, I'm with Joe. Yes. 美媒分析，虽然拜登的身体状况引发外界担忧，但民主党内确实没有更好的替换对象了。而且，拜登任内在立法、降低处方药价格等方面都有不错的政绩，加上他已经赢得了民主党初选，现在要求拜登退选，在程序上有失公平。也有人认为，如果党内高层要求拜登退选，只会让民主党更乱，并转移人们对特朗普的注意力。If you really want someone out at this point in the game, you gotta kick them out, and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do that. 事实上，拜登这2天正忙着在华盛顿接待北约领导人，不少媒体认为这是检验拜登身体状况的最好时机。拜登的表现也还算合格。美媒称，他在庆祝北约75周年演讲中，虽然照着提词器讲话，但至少没有出现6月27号辩论中让支持者痛心的言语失误。日前，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记者提问时表示，不担心拜登的健康状况。In Sorge, dass der Gastgeber von den Strapazen dieses Gipfels überfordert sein könnte? Nein, diese Sorge habe ich nicht. Aus den vielen Gesprächen, die ich mit dem amerikanischen Präsidenten geführt habe, weiß ich, dass er diesen Gipfel sehr gut und sehr präzise mit uns zusammen vorbereitet hat. Und viele der Entscheidungen, die jetzt dort getroffen werden und vorbereitet sind, sind ja im engsten Einvernehmen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den USA entwickelt worden. Insofern wird das auch ein sehr erfolgreicher Gipfel. 分析认为，拜登需要在峰会期间安抚盟友，让他们相信自己能击败特朗普，并且能够继续支持乌克兰。然而，讽刺的是，因在英语里乌克兰与天王星的单词发音相似，拜登在公开演讲中误把乌克兰说成天王星，而这并不是第一次了。2022年时，拜登就有过当着泽连斯基的面把乌克兰人民说成天王星人民。Putin wants nothing less than Ukraine's total subjugation, to end Ukraine's democracy, to destroy Ukraine's culture. 昨天，泽连斯基在美国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则表示，全世界都在等待11月美国大选结果。当地时间9号，北约峰会在美国华盛顿开幕，援乌成为重点事项。拜登宣布提供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北约还将成立总部设在欧洲的支持乌克兰司令部，由1名3星级上将进行领导。北约峰会当地时间9号在华盛顿开幕。今年是北约成立75周年，本届峰会也是北约最新扩员及瑞典、芬兰加入后的首次峰会，会期持续3天。除各成员国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乌克兰也获邀出席。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决定不参加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而是派出由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率领的代表团参会，这被舆论解读为北约吸引力下降的表现。在峰会一开始，美国总统拜登就宣布重磅消息。Today, I'm announcing the historic donation of air defense equipment for Ukraine. And in the coming months,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partners intend to provide Ukraine with dozens of additional tactical air defense system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ke sure that when we export critical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Ukraine goes to the front of the line. 据悉，美方将与北约盟友德国、罗马尼亚、荷兰等向乌克兰提供4套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以及意大利的1套 SAMPT 反导系统。后者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生产，可以跟踪最多100个目标，并同时与10个目标交战，具有部署程序简便等特点。美方还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再向乌克兰提供数十套中近程防空系统。白宫发布的文件透露，相关交付计划由美国统筹，将总计提供数百枚拦截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宣布了一条重磅消息。And just today, the NSPA signed new multinational contracts for Stinger missiles worth almost $700 million. 据悉，这7亿美元的毒刺导弹生产合约将授予北约成员国，由他们制造这些武器并交付给乌军。
毒刺导弹在俄乌冲突初期就被送往战场，是一种便携式地对空防空系统。外界注意到，由于拜登在6月就已经透露相关计划，因此外界预判在北约的武器交付之前，成为俄军空袭乌克兰的窗口期。就在此次峰会开幕前一天的7月8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发起的大规模空袭，发射了多枚远程导弹。会上，北约多国宣布正在向乌克兰交付首批 F-16战机。美国方面称，首批美国制造的 F-16战机正在从丹麦和荷兰运往乌克兰，今年夏天就可在乌克兰升空执行任务。挪威首相斯特勒10号表示，挪威将在今年向乌克兰交付6架 F-16战机。荷兰国防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荷兰将额外拨款3亿欧元为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的弹药。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长期要求北约国家提供美制 F-16战机。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等武器不会改变俄乌冲突前线的局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将北约向乌克兰交付 F-16战机视为故意发出的敌意信号，并强调这些 F-16战机将像其他北约武器一样被俄罗斯摧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透露，北约会在未来数天宣布在德国设立一个由3星将领领导的支持乌克兰司令部，主要负责培训乌军，同时还将派出1名高级代表到乌克兰首都基辅。美联社报道，乌克兰还将在华盛顿开设一间武器办公室，强化与美国的国防工业联系。And we're committed to stand with them for the long term so that Ukraine has an effective defense and deterrent capability against any future aggression it may face down the road. 泽连斯基这次也赴华盛顿参会，他9号抵达后，首先前往华盛顿特区一处纪念馆前献花，悼念在前苏联时代乌克兰大饥荒中失去性命的数百万乌克兰人。泽连斯基还获邀在北约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实际上，他在赴美之前就向北约喊话称，不要等到冬天才来帮助我们。外界认为，这明显是对北约去年以来深陷援乌疲劳症表达不满。这场在美国举行的北约峰会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拜登宣称，今天的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北约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防御性联盟。The best way to prevent war from happening in the first place is exactly through that commitment. Because a would-be aggressor understands that if they take on one country, they've got to take on all of them. That's why 75 years later, NATO has been the most successful defensive alli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对此，《华盛顿邮报》认为，虽然北约隆重庆祝成立75周年，但政治上的不确定性笼罩着它的未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称，近来欧洲多国选举以及正处于竞选最激烈时刻的美国大选，为这次峰会前景增添了许多变数。法国记者更是在报道中直言，本次峰会毫无新意。En somme, rien de vraiment nouveau pour ce sommet qui ne suscite pas beaucoup d'enthousiasme auprès des principaux dirigeants.